看看他究竟打算如何走这局棋。乔楚其实故事挺复杂的，因为现在集数的限制，朝堂上多方博弈的局面，每一个人物你都需要去展现他。那么导演就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展现方式。整体的风格和调性上，我还是希望做得更极致一些。为了区分这些人物的复杂的故事和这种权谋之间的平衡逻辑，就选择了用颜色来区分。我用了4种颜色来区分这4个区域，把美术变得更扁更宽，同时也可以去暗示那个年代的合纵连横的那个关系。在楚昭在的地方，在朝堂上，我们用了大量的红色来展现朝堂的权威和政局的暗潮汹涌。谢家的家族的代表色是蓝色，证明了他雄厚的实力，但是他是暗藏的，他是希望实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萧洵是绿色，他远在萧南郡，离楚都很远，但他身经勃勃，也代表他野心勃勃，他就想要去取代现在的政权，去坐上至高无上的位置。然后楚昭的父亲楚灵，他在边塞黄沙漫天，那儿就是代表色就是黄色，以至于到最后，你每看到一个人或看到一个场景，你都会知道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恭奉陛下，长公主见将相。道具部分，我们真的是参考了很多这种出土的文物，还有就是各种的资料，会去复刻。楚国会用大量的漆器，我们也会联系我们现在的就是漆画的工人老师，他现在也是荆州那边非遗的传承人，他们过来帮我们去画这个漆器。比较多的家具啊、座椅啊、茶杯啊，还有一些屏风啊，都用了漆器的艺术，它的饱和度都非常的高，更粗犷、更野蛮。有一套编钟，它是从博物馆租来的，它所呈现出来的声音就会更让我们进入到那个时代。拍摄中也做了比较有趣的一些设计吧，比如说女主重生，借鉴了安诺斯阶梯，看到她过去发生的一切，走到了一个类似于重生之门的地方。因为她重生之人，她有的时候她会有很多的微欧和独白，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设计了一个棋盘，2个女主站在棋盘上对话。这种方式会比纯粹的我们就是看一个女主的反应，然后听到她的声音要更视觉化。你是谁？我是你所有的怨，所有的恨。乔楚这个戏服装的一个设计，做了款的话大概是400-500款，然后衣服大概将近1000套吧。那我们这个戏它也是要像跑地图一样，主演要去到很多的场景，所以我们的衣服其实主要是根据场景在变化。比方说楚昭朝堂的部分，我们就是用了比较厚重的真丝质感的料子，比较休闲的部分呢，我们都会在外面罩一层纱，这个也是楚地风格的一个特点。谢燕来的衣服，它的领子这里拐了一个弯儿，大家可以在曾侯乙的那个边针上就看到这个领子的形制，它是中国先秦时期比较流行的一个款式。我们还给了它一个耳当的设计，耳中明月当。那有人会说啊，是不是女生戴？但曾侯乙墓出土殿中那个俑，它就有个耳洞。其实非常感谢导演的是，在这个项目的美学上，最后美术和整个完整的视觉的呈现，导演提供了非常多的想法。欢迎大家都一起来看乔楚，看乔楚做人真好。这次杨龙导演跟我们的总制片人贝姐，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强调
我们这次一定要寻找一些新的声音、新的元素。它的整体的基调是更加的粗犷，偏半原始一点，大量的运用楚汉的特色乐器编钟和编磬作为一个主元素用到我们的音乐里面。与大楚同在。那我们也融合了吹奏乐器，在旋律上或者是一些忧郁的感觉上，非常有高古时期的氛围感。为了再找一些我们楚汉时期的声音特点，这次特意请到了我们的非遗文化传承人，去表演我们的傩戏表演。通过各种的声音的处理，然后重组，和现代的管弦乐包括电子乐结合在一起，这个效果我觉得是很出乎意料的好。神秘感、既视感完全有别于其他古装音乐的声音。这次的主题曲也是我们最重要的音乐动机之一。在我当时看到楚昭成功复仇的那场戏之后，一下子脑子里那个旋律就出来了，就从破碎到重生那种整个的历程，到最后的重新执旗，对。步步为营的气场，每一个阶段都特别强大。我要掌握实权，我要垂帘听政，我要的是命运不再重蹈覆辙。所以我们配乐会做得很大，特意的邀请到了布达佩斯配乐团，很宏大的管弦乐，以及人声大合唱。排山倒海的人声合唱的部分作为一个突出的元素，在每一次高光时刻，非常的有那种荷尔蒙的感觉。这次我们的男女主也特别演唱了一首插曲，叫做《心有所感》。它一定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两个孤独的灵魂克制的情感。是你让我有活下去的意义。看长豺老虎豹，里有他。阿九，谁杀楚昭？你杀了谁？看真心舍命相护。本身这个剧的整个的背景非常的有这种张力和吸引力，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元素结合在我们的音乐作品里，创造一些新的声音、新的感觉，才会做出一个很先进、很超前的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